大家好，欢迎回到宋说新语啊。昨天啊和老范讲故事连线聊这个运河热的时候啊，就有朋友留言说呀，有没有 LK99的最新消息？我知道我不少观众啊都是去年开始 LK99热的时候开始关注我的啊，那我也输出了半年，奈何现在确实没有太多消息啊。不过呢，倒是有一个在科学杂志上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铁电材料的突破，给大家介绍一下。呃，那么今天聊的这个是一个确实是令人比较振奋的这个科研突破呀，是一种新型晶体管的这个开发啊。那么它可能改变啊整个电子行业啊。这项研究啊是由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家们呃领导的啊，他们利用一种新的超薄铁电材料啊，制造出了这种可以说性能卓越的晶体管。首先啊，晶体管是啥？估计大家都知道一些啊。晶体管呢是现代电子设备的基本构件块啊，或者元素啊，它可以控制或者放大这个电信号。那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微小的开关，对吧？它控制着电流的流动。而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种新型晶体管呢，它的性能啊是远远超过我们想象的。在最近这个一期的科学杂志上啊，有报道啊，就是这个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呢叫Kenji Yasuda 啊，现在呢是康奈尔大学的助理教授，以及 Ivan Zellscaler 啊，现在是在这个 Atom Computing 工作。其他作者呢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物理系研究生王新瑞，哈佛大学的丹尼尔·贝内特和埃夫蒂米奥斯·卡西拉斯。那么这是麻省理工学院电气工程和计算机科学的助理教授啊。另外，这个还有电子研究实验室的附属机构，以及日本国立科学研究所的渡边健二和谷口龙史啊，这是这个研究团队的背景。那这项研究的核心呢，是一种叫做铁电材料的特殊物质。那铁电材料啊，它是有一个独特的特性的，那就是它们内部的正电荷和负电荷啊，会自发的分离到不同的层。更有意思的是呢，当我们施加外部电场的时候，这些电荷啊会交换位置，这个过程呢我们就称为极化翻转。所以啊，这种特性呢就使得这种铁电材料啊非常适合用于这个数据传输因为我们可以利用这种不同的极化状态来表示数字信息的零和一，是吧？那么这项这个研究团队啊，使用的这个铁电材料呢，是由超薄的氮化硼层组成的。氮化硼啊，它是一种硼和氮原子组成的化合物通常情况下呢，它并不具有铁电性。但是呢，研究人员啊，通过一种特殊的方法，将两层的氮化硼平行堆叠，就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材料结构。那这种结构啊，在自然界是不存在的。那么它就赋予了这种氮化硼啊，它令人惊讶的这种铁电的性质啊。当对这种材料新材料施加电场的时候呢，会发生一件非常有趣的这个事儿，就是一层氮化硼会稍微划过另一层，改变了硼和氮原子的相对位置。这个微小的位移大概只有几个埃米，那一个埃米相当于一个原子直径的1/10就导致了材料电学性质的巨大变化。这就好比呢，你轻轻的移动一块拼图，突然整个图案就都变了啊。呃，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这种新型晶体管的一个比较令人惊讶的特性啊。我们看一下论文这是论文的正文啊。那么它第一个特殊地方呢是超高速的开关，这种晶体管可以在正电荷和负电荷之间以极快的速度切换，时间尺度是纳秒级，1纳秒是10亿分之1秒，所以这么快的速度意味着它可以进行更快的数据处理和传输。第二个呢是极高的这个耐久性在这个实验中这种晶体管呢，经过了惊人的1000亿次的开关操作，仍然没有显示出任何退化的现象。
相比之下，我们使用的这个闪存屈顿去，每次读写呢都会有一定程度的所谓的磨损啊，或者是消耗。第三个呢是超薄结构，像这种材料的厚度啊只有几个原子层，约为10亿分之1米啊，所以这么薄的材料啊，可能让我们在未来制造出更小、更节能的这种电子设备。再一个就是低能耗了。那么因为这个材料特别薄啊，所以切换的所需电压也比较低，这就意味着呢，使用这种材料的设备可能会非常节能啊。那所以这些特性啊，就使得这个新型晶体管啊，在多个领域啊，会有一些潜在的应用啊。比如说啊，计算机存储领域是吧？它可能带来更快啊、更持久的这种存储设备。那么在传感器技术方面呢，它的这种高灵敏度也可能让我们开发出更精确的这种测量仪器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在量子计算啊，这个就前沿领域，这种材料呢也能发挥重要作用。当然了，从这个实验室啊到真正的这个现实世界应用啊，还是面临很大挑战的啊。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如何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这种材料啊。现在呢，这个研究人员啊，使用的是一种叫做撕裂和堆叠的技术来制备样品。这种方法在实验室里边很有效，但是它不适合工业化生产，是吧？另外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呢，就是如何把这种新材料和现有的电子设备集成。我们现有的大部分电子设备都是基于硅技术，如何让这种新材料和这个硅基设备这个和谐共存，是吧？这是工程师们需要解决的一个难题啊。所以尽管存在这些挑战啊，但是这项研究的潜力啊是巨大的啊。就像 MIT 啊，就是麻省理工的物理学教授 Pablo Herrero 他说呀，他说这是一个非常基础的科学研究，如何可能对应用产生重大影响的典型例子。那么他的同事Raymond Ashori 教授甚至更为乐观，他说呀，这项工作在10到20年内可能会改变世界。这项研究啊，还引发了很多有趣的这个科学话题，比如说，当两层材料相对滑动的时候，这种滑动从哪里开始的？是否可以用光脉冲而不是电场来触发这个铁电性？那么材料呢，可以进行开关操作的次数是否有根本的限制？所以这些问题啊，不仅对于理解这种特定材料更重要，而且呢，可能会帮助我们更深入的理解呢，这个它的基本性质。那我们把这项研究啊放在更广阔的科技发展背景下来看啊，那么半个世纪多以前啊，这第一个晶体管的发明就彻底改变了我们的世界，是吧？那今天呢，我们几乎所有的电子设备都依赖于晶体管技术。那么现在呢，一种新型的这种铁电性的这个晶体管可能会引领下一次的这个革命啊。那么这是晶体管的一个基本过程。当然了，我们还是需要保持耐心啊。就像所有的这个重大科技突破一样啊，这个从实验室到市场呢，还是需要很长时间的。比如说，当时第一个晶体管是吧，在1947年发明是吧？那直到20世纪60年代，晶体管技术才真正的改变消费电子市场，就是集成电路的出现和应用啊。所以这项研究啊，也是科学合作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涉及到不同国家的机构研究人员包括这个MIT 的物理学家、日本国立材料科学研究所的专家，以及多个机构的科学家。当然，这里边还包括美国陆军和三星电子集团啊。那这种跨学科、跨国界的合作对于解决复杂的科学问题是至关重要的。那么，作为科研工作者或者科技爱好者我们应该对这种突破性的研究保持开放和好奇的态度。虽然我们可能还不能完全的预见这种技术它的所有的潜在应用，但它无疑给我们确实打开了一扇通往未来的窗户。那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呢，这项研究再次证明了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
虽然这种研究可能在短期内看不到直接的应用，但是啊，它给未来的技术突破就奠定了基础啊。就像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的，科学研究啊和日常生活一样，最美妙的事儿就莫过于追求神秘。那么，LK99研究啊，其实也是这么个过程。大家想想啊，在正刊上一篇论文都还没有发表的情况下，有这么多的爱好者也好，这个科研工作者啊投入到这个事业里边，它其实将来如果出现突破，可能是要想工业化也有很长的路子啊，就和这个晶体管道理是一样的。好吧，今天啊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啊。我希望啊这个关于碳化硼晶体管的这个说法，能让这个令人兴奋的新研究啊有更深入的了解啊。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者想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那别忘了这个点赞转发，我们下次再见，拜拜。